台湾新生儿黄疸发生率5个重要统计 Part 1 Chapter 1台湾新生儿黄疸发生率总黄疸发生比例足月新生儿50%至60%，早产儿80%以上。新生儿黄疸在台湾是非常常见的现象。数据显示，大部分的新生儿黄疸都是生理性黄疸，所以新手父母不需过度担心，在正常的监测跟照护下都会自然恢复。Chapter 2台湾新生儿生理性黄疸的普遍性。生理性黄疸足月新生儿50%至60%，早产儿70%至80%。这些数据反映了新生儿生理性黄疸的高发生率，并显示了足月新生儿和早产儿之间的显著差异。原因分析：一、肝脏未成熟。足月新生儿足月新生儿的肝脏功能相对成熟，但仍未完全发育完善。新生儿的肝脏在出生后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和加强其代谢功能。大约50%至60%的足月新生儿会在出生后2至3天出现黄疸，并在1-2周内自行消退。早产儿的肝脏发育不完全，比足月新生儿更不成熟，因此早产儿的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更弱，导致胆红素在血液中积聚，黄疸发生率高达70%至80%。二、红血球寿命较短。足月新生儿的红血球寿命较成人短，分解后产生较多的胆红素。足月新生儿在出生后会经历一段快速红血球更新的过程，导致血液中胆红素水平上升。早产儿的红血球更新更为频繁，且红血球更脆弱，寿命更短。这意味着早产儿的红血球分解率更高，产生更多的胆红素，进一步加重了黄疸的情况。三、哺乳影响。足月新生儿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容易出现生理性黄疸，因为母乳中某些成分可能会抑制胆红素的代谢。然而，这种黄疸通常是无害的，并会随着哺乳频率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而减退。早产儿通常面临更多的喂养困难，母乳喂养的困难度更大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黄疸。台湾的实际情形。在台湾，新生儿黄疸的检测和管理已经非常成熟，大多数医院和诊所都具备检测和治疗黄疸的设施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头几天，医护人员会密切观察黄疸的迹象，并根据需要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。对于轻度黄疸，通常建议增加喂奶次数和适当的日晒。对于重度黄疸，则需要进行光疗或换血治疗。